如意到底有多疯，断发还要踹魏燕婉一脚。扎龙年纪大了，但心还很狂野，下趟江南也想找点刺激。这魏燕婉投其所好，找了一群歌女舞姬来伺候他。果然这扎龙看见之后两眼冒光，一下子就把持不住了，天天与这些女子厮混。但讽刺的是，他路过济南时想起了郎画就是在此处死的，就假惺惺的哭了2滴眼泪，写了首悼诗。晚上又钻回小船寻欢作乐。那给扎龙忙的，眼下的黑眼圈都快比眼睛大了。虽说如意已经对弘历死心了，但他这一天天的太浪荡了，桃色绯闻传的到处都是，所以为了皇家体面，如意还是要去维护一下扎龙的名声。但当他听说这水玲珑居然带了6个姐妹上了御船后，就坐不住了，气势汹汹的杀进花船后，看到的就是满屋的莺莺燕燕，个个穿的不咋齐整，有的唱着香艳词曲，有的倚着扎龙调笑。如意让他们退下，但这群女子不仅没有离开，反而是肆无忌惮地打量他。而看着这些舞姬冒犯皇后，扎龙也没有阻止，笑嘻嘻地邀请如意加入8人同乐。其中一个女子见此，得意洋洋地将如意比作格子里来捉奸的杜甫。那水玲珑也没闲着，转头就与扎龙约好了明天再见。这全程扎龙一言不发，就搁哪里看乐子。如意强忍着恶心，送走了他们7个。之后扎龙就蹬鼻子上脸，开始责骂他，还说如意根本比不上已经死了的郎画。真的笑死了，这郎画活着他也没多爱啊，咋死了就成朱砂痣了？扎龙表演欲爆发了是吧？如意也不惯着他，直接讥讽扎龙立深情人设，实际是个滥情货色。嘴上说着最爱他，但实际上见一个爱一个，这可是戳中了他的痛点，直接一个大嘴巴子就扇到了如意脸上。与剧版不同，如意断发时，魏燕婉与景色刚好赶上了直播。景色见此情景，便想把他的剪刀抢下来，但如意反手把剪刀抵在他脖子上。魏燕婉心中都快得意死了，却跪下扯住如意的衣裙，可怜兮兮的做戏。但如意失望至极，想都不想就给了魏燕婉一脚，给人踹开了。相比剧版的如意，这书版的那是真的疯。原著玉妃到底多会争宠，闯进其他妃子房中伺候扎龙。剧中的玉嫔就是个胆大的，侍寝时敢捏扎龙鼻子，2人各种调情，连门外守夜的李煜都受不了了，要用棉花把耳朵堵上。但相比书版的玉嫔，只能说这电视剧还是保守了。玉嫔进宫时就已经30了，但她长得极其漂亮，整个人既有蒙古女人的奔放健美，还有如同小女儿般的娇痴。那扎龙哪里挡得住这种尤物，所以对玉嫔十分宠爱，而他对扎龙的恩宠也十分受用，恨不得与他日日纠缠在一起。但扎龙的心上不可能只有一个人。兰溪不同于玉嫔的热情奔放，对扎龙不屑一顾，因为他入宫之前就有了心上人，但为了不足不得不进宫。扎龙对这种不理自己的也是十分喜爱，再加上他长得还有些像年轻的如意，所以扎龙对他也很上心，时不时去探望一番。而玉嫔春风得意，哪里肯皇上见兰溪，所以哪怕扎龙先召了巡嫔在养心殿伺候，他也要求见皇上，痴缠不已。巡嫔见此情形也待不下去，自己走了。所以有段时间净是防盗案上基本上全是玉嫔。如意见此也是十分疑惑，询问海兰后才得知这鄂阴珠为了争宠，居然这么不择手段。那本来皇上就一个，后妃那么多，皇上照幸一次也不容易，但鄂阴珠居然抢其他妃子的恩宠，所以即便是魏燕婉也不咋看得上他，暗地里骂他狐媚，就更不用说其他妃子了。而且为了争宠，他还无师自通学会了安令荣的技能，让扎龙离不开他，换成其他妃子浑身不得劲，甚至召了客贵人侍寝觉得不对味儿，给人送回来换玉嫔。那如意也是十分好奇啊，这玉嫔到底是哪里不同，把皇上勾的魂都没了。宣礼玉一问才知道，扎龙对鄂阴珠的痴迷已经到了见不到他就焦虑的地步。后面就和剧版一样，永琪发现这玉嫔胆大包天，居然给皇上下良药顾宠，但因给扎龙试菜的都是小太监，所以谁也没有察觉。那得知真相的扎龙也是十分愤怒，
直接让李煜传旨，封妃照旧。但这玉妃只是紫禁城的玉妃，自己以后再不会照幸她，还将鄂阴珠禁足在了自己的寝宫。30岁入宫，受宠18年。历史上扎龙到底多爱玉妃？30岁直奔妃陵来的玉妃，绝对是扎龙后宫独一份的存在。虽然入宫时在已经算是大龄剩女了，但扎龙就喜欢她那骨子成熟的韵味，对她宠爱异常。不过这鄂阴珠的小心机太多了，不仅偷看奏折，还把消息传回母族，那是主打一个不怕死。因为自己出身科尔沁部，所以对后位的野心根本不带掩饰的，刚受宠就做起白日梦来，甚至大放厥词让本人都撞见了。甚至因为他本人过于轻浮，满宫的妃嫔也就为燕婉原因带他玩。不过这小魏可没安啥好心，他接近鄂阴珠，就是打算撺掇这个冤大头做出头鸟。在魏燕婉的指使下，玉妃找人挟持永琪，意图嫁祸给韩湘剑。但他找的这刺客和他一样脑子缺根弦，被颖妃一套就被骗的裤衩子都不剩，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自己被关了禁闭。但歪打正着地后因此有了嫌隙，玉妃又在小魏的洗脑下去御前告发如意和凌云彻的私情，但最后给自己做到慎刑司了。魏燕婉为了封口，直接送玉妃去见了长生天。不过与剧版不同，历史上的玉妃可不是脑子随时下线的傻黑苦，毕竟谁家要送一个二傻子进宫呢？这万一他哥宫里犯蠢了，岂不是九族陪他一起消消乐？历史上的鄂阴珠是蒙古第一美女，虽然入宫时年纪大，但不仅长得健壮漂亮，还有点小意温柔，那可是一下子就击中了乾隆的心，对他宠爱无比，觉得不管有多大的烦心事，只要一来他宫里烦恼就烟消云散了，甚至是他刺绣过的衣服都舍不得换，天天都得穿着。一直到了他45岁那年，陪乾隆巡视热河的他在路上生病，即使是众多名贵药材也没有救他一命。玉妃死后，乾隆伤心欲绝，不仅为他辍朝3日，更是因为他生前无子，特令嘉贵妃的8阿哥永璇、如意的12阿哥永琪给他穿孝。但凡剧版的鄂阴珠有历史上的玉妃一半的脑子，也不会就活7集啊。